叙利亚承载着6000年的灿烂历史，却因为8年的抗战让它遍体鳞伤。这个总面积达18万平方公里的国家，人口曾达到2240万。虽然内战已经结束，但是时常边境又发生开火。雷探长走进此刻的叙利亚，去探寻人们逐渐消失的记忆。阿勒颇位于叙利亚最北部，是两河流域的发源地。这里的人口比首都大马士革还要多，但是这里被极端组织摧毁后，现在缺少汽油、粮食和医药。I heard now Aleppo not cars less. Cars. No, yeah, a little bit. Little bit. Yeah, yeah. About 60% of the population is out. 因为前段时间呢，这个叙利亚闹油荒啊，导致这个叙利亚呢没有油了，就是这个尤其这个阿勒颇这带更没有油。后来呢，据传说呢，哇，我们看着废墟说，后来据传说呢，这个在这个地中海上呢有一艘伊朗的船，伊朗的船上有这个油，它突然间这个船消失了，据说这些油呢都被强行的卸到了叙利亚。其实现在呢，叙利亚呢可能只有40%的油，40%的油非常的稀少。好，大家看哦，这个呢是这个在古堡下面的一个被炸的一个大楼。这个大楼呢，其实曾经我猜测可能是一个富人的餐厅，因为这边周围几个全是餐厅啊。你看这个大街那边也是餐厅，但是这个楼呢被炸了之后呢，很可惜的是它的建筑构建的特别的洋气，特别古老，全是石头做的，那这些都怎么办呢？这些楼呀，炸了真是太可惜了，我只能是用个太可惜形容，我也不知道去说什么好。北楼呀，大家看后面是一个完全是崩塌的建筑啊，这边有一个在废墟里面还在营业的一个酒吧啊，北楼呀，他说这是阿勒颇以前的名字叫北楼呀。哇，我放这边呢，有一个这个航拍器，航拍器上不是有灯吗？啊，后来那个老板呢，看那个灯亮了，不知道这包里啥东西，一闪一闪，赶紧过来问这什么东西，很紧张的样子。大家别忘了，这是在这个老城里唯一幸存的一个酒吧啊，也不是唯一，就是也还幸存了几个，然后是唯一在的一个酒吧，然后周围都炸平了。哇，这边其实是有点小危险的，你看这石头都在往地上掉。Hello. You work in here? Yes, you work. 你看他穿的衣服可见。阿拉比啊。Yes, I'm no speak 阿拉比。嗨，打个招呼啊。他一看就是在这工作的，不用说了，然后拿着搬在这搬着，你看这么小的人。这孩子顶多看上去也就11、12岁的样子，我还说大了。然后这边他们在这个工作就是来拆这个屋子，这是个灯。哇，把树剪没脱了。这准备怎么处理这个东西？能办。做衣服的啊，他是这个做衣服的一个工作，裁缝。哇，这个小伙非常喜欢我啊，非常喜欢我。But your family only your children and a sister or brother? عندي أخ واحد One brother وأختين. and 2 sisters. Oh, two sisters 啊，two sisters. But أمي تجيب بيبي هسه. And his mother is pregnant. 哦，mother，他妈妈又怀上了，要一直生啊。 عامر. I heard Middle East people a lot of wife maybe No, they can marry more than one. more than one. They can, Yeah, yes, but yes. it's very difficult. Difficult.
Very expensiv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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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得需要钱啊，得需要钱。If you need to have a second wife, you need to buy a second home. 哦，second home。哦，他是说，如果买一个老婆就要买，如果买两个老婆就要买两个房子啊，就这个概念啊。Very expensive. 哦，所以很贵啊。But you want how old married? You want how old married? 20 or 30? الجواز. لا أكبر بعد عسكرية. After military بعد service. ما 哦 22, 23. ，22, 23啊。Yeah, 24, 25. It depends.哦 ألف خير شو أخبارك أنت؟ Friend. A friend. Old friend. Older. Many years old. Oh, big friend. وهيك خيو. First century AD. Oh, yes. Children stay in the big. Okay. Tea. Invited us for tea. Okay. 阿卜杜拉是叙利亚的资深导游，他在废墟中重建了自己的家，并且改造成客栈。他收藏中国瓷器，平生也多次去过帕尔米拉古城。This maybe is Palmyra. Palmyra, yes. Palmyra, Yes. yes. I was with Belgium group. I speak French. Yes. Your tour guide. Yes. Tour guide. But before you have in Palmyra, it's very lucky. Yes. It's good. Yes, very. The souk here was crowded by people. Crowded people. From people, Aleppo. people. Yeah, from Yes. Aleppo, from Homs, from Hama, from Damascus, from villages, Bedouins, Kurdi, full the souk. Bedouins, Yes, yes. Yes, Bedouin. Wow, it's beautiful. But your building in the war time is no problem. Small problem. Small problem. Yeah. Yourself before. Yes, I restored. Oh, stone. Restoration. I had made a restoration. Repair. Oh, Repair. repair. Reparation. Yes. 自己修复的。But I think it's old city is so many stone made. Rocks. Yes. Stone made. Because Aleppo is situated in a stone area. Kalk. But all. Kalk. Oh yes, 很坚硬。 Good stone. Good stone. Yeah. Oh, this stone in the The area Syria. around Aleppo. 2015年夏天，随着一声爆炸声，帕尔米拉古城倒在了废墟中。此刻，雷探长将前往帕尔米拉探访这里的残存文物。帕尔米拉是公元1世纪开始兴建的丝路古城。2015年，极端组织还掠夺了博物馆的大量文物，大件的砸碎，小件的贩卖到国外，人像一律把头砍下。今天，这些少量的帕尔米拉文物被藏在地下室里，躲过了一劫。雷探长经过批准，有幸见到了这些战后首次露面的帕尔米拉文物。这里面都是这个死人啊，就是来自这个叙利亚帕尔米拉的真正的文物。然后呢，这些小方格里面都是死人，死人也就像我们像现在是放骨灰啊，他们是死后能放在小方格里面，外面就是这些死人的这些模样。我还问了这个他们当时是什么宗教，他说没有天主教、基督教，而是各种教，比如说有信仰这个有钱的神啊，商务之神、月亮神、太阳神。而且呢，这个帕尔米拉也是丝绸之路的中转站，从中国来到这个帕尔米拉呢做生意的人，运来了很多东西，所以让这个帕尔米拉成为当时呢最富有的一个城市。据说这帕尔米拉是一个狠心而又有野心的女王所建的，所以说这个城市这建筑艺术也很有女性的身份，很华丽。你看这些人的服饰就非常的漂亮啊。我要告诉大家，就是现在这个，在这个国家的博物馆的门口啊，国
或者院子塞满了各种时期、各种朝代的文物，有这个罗马亚时代的，有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还有罗马时代的，还有这个帕尔米拉的。要知道，这么多文物真的是浩如烟海，他们实在屋里都堆不下了。说明这叙利亚国家呢，在历史上呢，真的是经历了太多朝代之后，留下了文物也相当的多。现在呢，我就通过自己的第一人称给大家看看这些文物都是怎么一个状态。这散落一地的文物呀，说明什么呀？说没人管，或者说呢，就是说这个因为常年的叙利亚的内战呀，让很多文物古迹啊流离失所，能倒卖的都倒卖出去，能抢的就抢，然后呢，没有维护的，你看，就放在这儿，这可都拥有2000年历史的古罗马时期的那些地瓷砖呀、马赛克呀，就能堆的堆，能放的放，你看院子门口全都放满了。我认为啊，这些文物就这么放着，特别可惜。你随便给世界上的任何一家博物馆，还有好多，任何一家博物馆你给他的话，那都是镇馆之宝。大家看啊，这个古罗马时期啊，延续下来，人们都睡在这个很石头很重的棺材，但这棺材啊，也不是说没被人盗过，很多人会从旁边盗。这个棺材盖儿为什么没有被撬开呢？它就是往外侧打破了，然后从外侧进来，拿走了很多的宝物。叙利亚留下的文物浩如烟海。据统计，战争期间，伊拉克和叙利亚有300处古迹被毁，流失海外的文物不计其数。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学习文化知识就是为了敬畏这个世界。但是不考虑后果的冲动，换来的只是家园的毁灭和母亲的哭泣。停战后，大马士革的街道灯光昏暗，人们熙熙攘攘地穿梭其中。由于物美价廉的小商品易于引进，中国制造成为了叙利亚停战后的主体经济。哇，它这边呢，它开价呢，这个青年他是在，哇，这个青年他们是战乱时期啊，也是那个失去了双腿，所以他们自己也不好意思在这边卖东西。虽然买他东西的人很少，因为这边现在工资都很低啊，但是我还想买，都是中国产，这边全是中国产的这些玩具。哇，还然后呢，其实这些气球都是 This is Made in China。Made in China。这边都是 Made in China。你看这边有这种天降神器，还有鞋啊，China 的鞋啊。Welcome to China。OK。他的以前呢是非常英勇的，但是呢现在坐上了这个轮椅之后呢，他并不好意思就出来跟别人来说自己的往事，他就默默在旁边卖这个气球。要知道这个叙利亚战争呢是从2011年打响的，在2011年之前呢，在这个整个叙利亚真的是一个中东的核心，而且游客众多。但是呢，这整个7、8年间的游客大减。每当看到中国人，他们非常的激动，因为呢，在他们心目中呢，中国呢是一个天堂，是一个风水宝地。中国人呢非常富有，他们都渴望到中国去。我也希望我雷探长这次对叙利亚的报道和拍摄，能够让大家能够再一次唤起大家对和平的关注，能够对幸福生活的理解。雷探长此时走街串巷，决定把这只气球送给无家可归的叙利亚儿童。好，大家看啊，在那个大马士革的这个古城巷子里，有一些难民啊，这些难民呢都是在城外或者是阿勒颇的没有家园的，他们是在这个巷子里，晚上就住在路边儿，他们也不要钱，就是躺着。当然了，孩子有时候会抓他们气球。你们就住在这里吗？Adele ma sale Anna? 他们 Adele è bello devo dire.
亮。接下来我又买了一只气球，还有一些糖果，再次寻找需要关爱的儿童。熊猫，哎熊猫，哎熊猫，哎，这些都是叙利亚的难民孩子，要知道，巴喽大马士革的郊区、郊外都已经炸了，所以说呢，他们很多人的孩子没有地方住。apa ini balon? Balon, yes, balon. Ayah makan baik. Atin. Okay, Ayah. okay. OK。哎，你孩子吗？看着孩子们高兴地拿着气球，渐渐地消失在黑夜中，我不禁地反思，有多少无知在爱的滋养中膨胀，又有多少孩子因为缺少关爱而错过这个世界。其实很公平，上帝赋予我们同样的时间走完你的一生，但是却有人用这些时间去挥霍自私和怨恨。其实只要有爱的地方就是天堂，多为别人考虑一些就是天堂的本质。大家看这个大马士革的北部呢，就是嘎斯雍这个山，这个山呢，他们当地叫嘎斯雍。嘎斯雍的这个是它这个大马士革的北部，现在我们就是在这个山下。所以说，如果从那个山上看的话，整个大马士革一览无遗啊。但是路上的这个要饭的呀、穷人呀很多，而且银行门口全是拿着 AK-47的保安。此时的叙利亚由于局势存在不稳定，马路上处处可以看到军人在执勤，我的拍摄也遭到了最大的考验。任何一个拿相机的人站在街头，都会成为军人盘查的目标。最终，我还是被军人拦了下来，检查我拍摄的内容。尽管我会积极的配合，但是这个过程却让我依然提心吊胆。Outside that building is the Syrian parliament. Parliament. Okay. No photos. OK， 反正这个大马士革这个城市呢，给我感觉呢，基本上曾经很辉煌过。但这边的那个高架桥还是有的，不是一个完全没有基础设施的一个城市，而且人们生活质量很高，就是无论是休闲住水家，或者这个国家的人们很爱干净，很爱打扮，不是那种像大家以为是因为打仗，所以说像就随便就一块布就裹衣服了那样子。OK。他请我进去喝茶，还有苹果，这个是叙利亚的苹果，大马士革的苹果。还不是这样子，他们这个地方汽车也很多，虽然车呢看上去都破破的，但是还是爱倒腾这些车，我真要过去。大塞车时间啊，好像路过这个马路去。We are take taxi. OK。现在呢，我们要在这儿打一辆出租车啊，去老城。哇，看这个宣礼塔的这个声音起来了。刚才这个司机啊跟我说阿拉塞啊，然后翻译告诉我说这是他们的欢迎我们的这个说法啊。我从这个反光镜里看，这个司机很年轻啊。他笑嘻嘻，好像对后面的人很好奇。我觉得你还是认真开车吧，这个地方我已经够紧张了，然后别这么着。还好，这个车是个奇瑞 QQ 做的这个出租车，但是外面涂成黄颜色，看着还有点高大上。你看外面的这个房子，很有特点。这个国家其实如果说是不打仗的话，真的是很漂亮的一个国家，值得看一看。昔日大马士革是商队东进沙漠、西去黎巴嫩的要站，因这里手工业比较集中而得名，所以大马士革也有绸缎之意。大概10分钟的一个车，给他了500叙利亚镑。
打了个车给了500叙利亚镑，也就相当于6块钱人民币啊，6块钱人民币。哎呀，这叙利亚的确实太便宜了。如果说真的要是让人们在这个国家生存的话，那可是没问题的。看到他们的公交车，哇，公交车感觉像牢笼一样。我严重怀疑这辆公交车是公交车还是押送犯人车，都是笼子。天哪，我差点上去了哇！果然押送犯人，因为我们正门口就是警察局。穿过军人的层层排查，我终于走入了古城内的哈马迪市场。这里依然有军人持枪监视每一个外国人。哇，这个很漂亮。哇，好了，我尝一尝。哇，这是一个冰水啊，这是个冰水。哦，我知道了，椰枣汁。我知道，埃及我吃过，是椰枣。哇，这个厉害了，让我想起那个中国的龙嘴大铜壶啊，我们放在椰子上，就是雕工非常的精美啊。It's Baza, how long time? Very old. Roma time. 2000 年。他们告诉我，从罗马时期开始啊，这个啊就已经有。Recover from Turkish period. Turkish 150 years ago. 150 years ago. 哇，这个屋顶啊，这个铁啊，这个铁做的屋顶呢，是150年前土耳其人给做的，那么叫奥斯曼。哎呀，其实叙利亚这边啊，完全是不能刷卡，因为受美国限制，这边没有美元，所以呢也只能用叙利亚当地的。就在这时，我身后有2名军人尾随，难道是看到了我在拍东西而要上前盘问？但是我怎么躲也躲不开，最后他们示意要跟我合影，我才松了口气。这个市场有太久没有来过外国人了，尽管戒备如此森严，但是市场上的东西依然琳琅满目，富有中东风情。哇，这是巫术店吗？哇 ，it's cool。哇，这是什么呢？这是那个河豚啊，海里的河豚。哇，里面还有这种地中海的会飞的鱼啊，还有海龟的壳，这个还有螃蟹，还有鹿角，还有野猪那种。啊，这如果是在这个墨西哥，我肯定认为它是一家巫术店。Fomes。哦，搓后脚跟的这个石头。To make 啊 the ，Yes, food I understand. very soft. 老板把这个蛇给我拿出来了呀！他们不是说这个蛇可是一条千年蛇，无素贞。哇，这还有！天哪！水蛭、吸血虫。联合国统计，至少有300万人在这场战争中伤亡，还有几百万人通过土耳其逃往欧洲，沦为难民。而30万叙利亚政府军在2015年的时候就宣布仅剩15万，战死一大半。战争结束后，留在本国的残疾人也不断上升。现在呢，雷县长要在这个马路上四处宣传。这边还有一些这个残疾人也是在这辛辛苦苦的摆摊儿。大家看啊，后面有个残疾人在这边在卖东西。天哪，这大叔炒花生，这火都快烧到自己的这个膝盖上了，这个完全是一头。师傅，我练成这个铁砂掌之后，我要为你报仇雪恨。
也没跟他搞价啊，1000叙利亚镑的买了一个小包包跟一个小打火机套，那个打火机套还挺精致的，那个大爷也是酷。也许我的一点点帮助是这位老人今天的第一笔生意，但是从他脸上的笑容能够看出他发自内心的感谢与开心。大马士革是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伊斯坦布尔的最大一站，当然这么重要的城市里一定留下了古人的足迹。他跟我说啊，这个是当时丝绸之路的一个休息站啊。Caravans crossing the Silk Road. Oh, understand. This is where they stayed. Understand. It's change. In the here is change to next. 现在呢，这家客栈呢，完全都没有人住。它不是没人住，也不开发了，也没人承包了。你说它博物馆也行，说它一个空屋子也行，反正就都空了。但是呢，这边唯一做这件事情，就把这个1楼的大厅呢改成了一个现代的咖啡馆。但是无论怎样，当时这个建筑是留下来了，也没有清除。我相信，如果是有钱的国家，或者是尊重文化的国家，一定会把这个丝路驿站呢，把它做成一个酒店，一个酒店，或者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地方了。在老城里还有一座努法拉咖啡店，这座咖啡店有200年的历史，是叙利亚最著名的咖啡店。酒咖啡，谁不别？ The storyteller sits there and tells stories to the clients, to the people. And they listen to him. 哦，原来这是一个评书剧场，我给大家翻译简单点，就是我们那说评书的。然后呢，这边呢大家喝的是我们那喝的茶，然后这边评弹讲评书。这边是喝着咖啡，这边有个老酒会在这讲评书，我们就出现了。this 把他惊醒了，就是大家都醒一醒，我要开始讲故事了。天哪，讲故事前先要担惊受怕一番啊！天哪。 Most of this story about the hero name Antar Nabi Shaddad, about his war, about his victories, like this. 不错，但是我很喜欢这边房子的装修啊，全部是那种老照片，让你沉醉在这个故事当中。因为不要以为这么一个单纯的一个照片就很好没意思，就不是一张照片是一个故事。 直街是大马士革最古老的一条街，古罗马时期就是士兵凯旋而归的大街，而今天是当地青年聚会的主要去处。哇，这些女孩啊，第一次见到那个外国人，他们都紧张的说：“天哪，他们就是想多看我几眼，多看我几眼。” Hi. Welcome. Before you leaving Damascus, is not go to outside, go to another country? We couldn't go out, You know. It needs a lot of money and stuff. Oh, okay, I understand. Satu 啊，哇，天哪，这叙利亚的萨图啊，哇，萨图，没有吗？萨图。我第一次见到阿拉伯人纹身的人啊，是真的阿拉伯人纹身。有路人突然叫住我，希望和我合影。我一抬头，发现是一群非常可爱的年轻人。说的太好了。I love. You like China? So much.
德勒扬。This is China background. This is big to you? Okay. You means a lot of hand. It's heart. Heart. 此时，女孩突然要求我重新把手串给她戴上，并且让同学拍摄，记录下这珍贵的瞬间。OK。This is heart. It's a lot of heart. So many heart mix. 我的出现在这位女孩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许你很难理解她为什么如此开心。8年的战乱掠夺了叙利亚青年人宝贵的时间。每月100美元的收入可能无法满足爱美女孩和男孩对于时尚的憧憬，所以他们更加渴望和平和稳定。但是在世界的很多角落，还有很多青年人和孩子并不满足和平稳定的生活，重蹈覆辙，最终浪费了年轻的时光。叙利亚之行，我带来的种子手串就是寓意希望叙利亚人民携起手，全世界人民心连心，共建和平的家园。虽然每一颗种子形状本质不同，但是并不妨碍他们穿成串，手拉手。这就是我对和平的理解。叙利亚之行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希望你通过我的镜头能对人生有所感悟，命运有所启发。接下来，我的冒险之旅又将开始。黎巴嫩是地中海东岸的文明古国，这里是腓尼基人的诞生地。战争、探险、传奇，每一篇故事在这片土地都能找到。下一集，雷探长闯入黎巴嫩，带你讲述地中海东岸的荡气回肠。